Hello，大家好，久违了我是 Dr. Seth， 很久没有跟你分享一些医学常识。那今天 Dr. Seth 想分享一个比较普通的问题，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那就是脱发。我们的头发呢，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外形呢很重要哈。那 Dr. Seth 呢，在过年的时候呢，都有留一下一点点长发来试一试长发的感觉。其实呢，长发也是蛮难处理的所以呢，最近呢就一次过就剪短它，今天就变成这样短的头发哈。我看到在理发店呢，很多那些女性呢，她们头发呢都很蓬、很黑、很浓、很密。那到底她们做了什么东西，怎样去护理呢？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些已经有脱发的症状的尤其是女生她们很焦急的问我。到底呢，医生，我们怎样去把这个头发呢护理好？然后呢，怎样把这个头发呢不要有那种分叉的那种情况呢？好，这样 Dr. Seth 呢今天呢就尽量的用最简单的方法告诉大家如何做一些护发。好，等一等我再跟大家分享。其实呢，脱发呢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不理你的年龄是老或者是少或者是女性或者男性，都会有脱发的现象。尤其是男性，他是比较普通会有脱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男性会比较有脱发的问题，是因为呢，他们有雄性荷尔蒙造成的秃头和脱发然后呢，这个雄性的荷尔蒙呢，它其实会造成呢我们这个头耳的这个线呢，慢慢的向后退变成了前面这个头发这个地方慢慢退到后面去，变成光头，剩下这两边的头发大多数呢都是因为呢这个荷尔蒙或者是家族遗传导致的如果是父母亲呢，都是有这个秃头的问题，尤其是父亲有这个秃头问题，这个男性多数都会有这个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家族性遗传的脱发现象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她脱发的现象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斑一个斑一个斑这样子它是一点点一点点脱。然后呢，这种脱发现象呢，通常都是在有其他的事情影响下才会这样子脱发的家族性遗传的脱发呢，其实呢它是很普遍的，而且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真正去处理了。所以呢，有些人就是有这个家族性遗传的这个脱发现象呢寻找了很多这种护发专家，他们都做不到什么治疗，除非去种发种发有很多地方现在有这个种发的方式好，我再继续谈一谈其他造成脱发的原因其实呢，脱发的原因蛮多的第一就是可能你就是那种比较紧张，生活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或者是最近有短期的那种问题造成了你的那个荷尔蒙失调，就是你很压力那个荷尔蒙失调又睡不着之类的，搞到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不正常导致的这个脱发。这种脱发的现象多数是一般小斑的脱发，然后呢多数都有点点痒痒的，然后过程开始脱。然后呢这种脱发的现象呢，它其实是短暂性的如果是你已经是把这个事情解决，就是造成压力的事情解决的话，这个脱发现象就会康复，所以呢不用这样紧张。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食方面的造成脱发营养不良会造成脱发，这个是真的什么营养会造成的脱发呢？等一下 Dr. Seth 在下面的视频呢就会告诉你什么食物是可以帮助生长头发。在我们的营养不均衡的时候，譬如就是很多女性喜欢减肥就吃很少她的营养就开始不够，然后头发呢就开始剥落这个是很普遍的事情。如果你是觉得你最近你有是做减肥的这个活动的话，然后开始有脱发的现象，那你就知道这个脱发就是因为你减肥的那个过度的节食而造成的。所以很简单的解决方法，那就是
不要再节食，需要换另一个方式去减肥，或者是你节食太过分了应该提高一下你的食物的吸收量。好，还有呢，有一些脱发的现象呢，是因为药物而造成的。好，这种药物呢，其实在市面上其实是很普遍的药物，就是好像血压高，有些血压高会造成脱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化疗的药物会造成脱发，或者是关节炎或者是那种尿酸的问题的那个药都会造成脱发。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造成的脱发，那你就应该寻求医生的意见，需不需要调整一下那个药物的那个量所以如果让它减少过后呢，可能你的脱发现象就会减少。还有就是过度的洗头发过度的护理头发，那就是天天用洗发水去洗头洗很久，就是有时我们很喜欢把那个我们的那个 shampoo就是洗头水呢，就放在这个头发上放超过10分钟把它好像腌制这样子其实呢是不是很健康的方式去洗头？如果是你日常上，如果你很喜欢洗头的，最多一天只能洗一次，可是最多一天洗一次其实也是蛮密的洗头怎么样会造成脱发？第一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用那个手的力太大力把那个头皮弄伤，或者有拉扯的那个情况，也会把那个头发拉剥落有些那个洗发液呢，它对你的头发的那个皮肤不是很适合然后呢，它造成的刺激，那个洗发剂放得太久的话，会刺激头皮，造成头皮发炎而导致剥落。市面上有很多种这种洗发液呢，他们是没有经过这个我们讲的人体试验就出产了，所以呢，你们要选择的话，你们要知道哪一个品牌是对你的头发比较有帮助或者比较适合，你才选择那种头发的洗发水了还有就是当你洗发的时候呢，尽量一洗就是快洗干净就好了，不要就浸泡着太久的话，那个头皮会痒。所以呢，我大概呢就会提议呢大家洗头发呢，就是3分钟到4分钟之内洗好了就立刻冲水就好。冲水的时候一定要冲干净，不能好像说随随便便冲了没有泡沫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洗发精呢还是会逗留在你的头皮上那就很麻烦。当你洗发的时候，还有就是你不要添加太多的那种护养素或者什么的。护养素呢，其实是1个星期1次就好了，你不要放太多，每一次洗头就放护养素，它未必对你的头发会有益处的还有呢，就是当你要洗头的时候，你要吹干它，可是吹风筒吹干是比较麻烦，因为吹风筒呢它是有热能的，它会把那个我们的头发呢吹得太干而脆，然后会分叉导致剥落。所以当你要吹干的时候，最好是风干风干就是普通的风，或者是那个吹风筒不要用太热的那个空气来吹干。还有呢就是染发染发是可以，可是呢染发呢最好是用那种比较短暂性染发的那种染发剂比较好。如果是那种长期染发剂呢，它会破坏那个发根呢，破坏你的这个我们的头发的那个树质它会比较脆弱，然后很容易断掉而剥落如果是可以的话，尽量不要染发。如果是需要染发的话，就用比较短暂的，然后就隔一段时间再重复染头发。还有就是绑发有很多人就很喜欢绑头发，绑这个方式那个方式，绑头发很伤头发的。如果你要绑的话，不要绑得太紧，只是绑得比较松弛一点，可是呢少绑比较好啦，因为你要塑胶它比较会刺到头发，然后就脱，那时候每一次都会脱发。也要给大家知道一下，普通上呢每一个人每一天新陈代谢呢都会掉落50到100根头发，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呢，如果你的头发根每天掉超过100根，大概那你就需要知道你是有脱发的现象，你需要去找一找我刚才所说的全部的原因。好，现在呢 Dr. Seth 就要分享一下如何护发刚才我之前有说过的那几个问题呢，如果你是遗传性的，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只是可以
种头发，就是你要去做 plastic surgery 这样种头发之类的有些人就用荷尔蒙来改变身体的荷尔蒙，造成的那个荷尔蒙降低，雄性的荷尔蒙呢有药可以把雄性荷尔蒙压低，把这个头发生回。其实这个方式就不提议了，不建议，因为这个是会造成的身体上的生理上的问题。所以呢，还是比较直接，就去种发就好，或者戴个假发就好了。现在有很多都是连头发的那种，就直接去连就好了如果是那种我讲的刚才那种用洗发精洗发液或者是绑头发的，刚才我已经告诉你怎样去处理，那就是不要洗头洗得太久，也不要天天洗了，隔天就好了如果你是长头发的，隔天就好。然后呢，那种擦这种营养素或者是擦这个发油的话，就尽量少动到这个头皮。如果那种营养素是需要给头皮滋养的话，那就不要用它太密，就是1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做一次就好有些人就会用这种我们讲的比较 traditional 比较传统的这种护发的东西，就好像椰油之类的。其实椰油是真的是有它的功效它放在你的发尾如果你是用一点点放在发尾每一个早上起床过去洗头的话，其实对你的发根有很多的帮助的如果是药物问题，就要问那个医生如何去减低这个药物的那个量了来调理一下，那可能你的头发就好回如果你是有生病的，生那种好像我们讲的 psoriasis 就是鳞片之类的那种问题，或者是头皮屑的问题如果是鳞片的问题呢，就要看医生，那是我们自己是不能解决的，那个是要看医生。如果是头皮屑问题的话，如果只要用头皮屑洗发液的话呢这个洗发液呢，其实它的刺激性很高的它只能1个星期用1次尤其是现在市场上有那种 Selsun Shampoo Shampoo 是有药物的，它可以把你的这个头皮的问题治疗，可是它是提议是1个星期只能用1至2次，不是天天去用那个方式去处理你的头皮屑问题。头皮屑问题也是因为营养的问题其实营养吃得不够，那当然是头皮屑会比较多，也有可能是个人卫生问题因为擦的发油太多，然后发油没有洗干净，然后就挤在下面，造成了头皮的那个刺激，而导致那个头皮剥落了。还有就是吃方面怎样去调养你的头发呢吃的方面呢，需要多一点电电就是 iodine我们平常食盐上都有电电需要补充。然后呢，维他命 E 它是保护我们的头发不会分叉，比较光鲜然后呢，你需要吃多点蛋白质，如果你是不吃肉类的，当然是可以吃多点豆类之类的蛋白质，它会补充我们的头发。头发是我们的 protein 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生长而出来的如果你是不够的话，当然是头发自然会剥落了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 tips 告诉你们我们每1个月呢，大概都会生长 1.5 cm 长度的头发，就是说每个月呢，如果你是正常的身体，然后你的营养是正常的话你的头发每个月都会增长 1.5 cm。如果你是要留长头发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可以剪一点点一小撮，就是 0.8 cm 就够了。每一天好像说有分叉或者是发尾有分叉的地方，你只能剪 0.8 cm 的长度，那你的头发就永远会比较长然后又没有分叉这个方式也是一个怎样去保养头发，因为你做头发分叉不好看，你要剪又怕剪太多，这样 Dr. Set 就告诉你，你只能剪 0.8 最多1 cm 这个范围的这个长度，那你就会确保你的头发永远都会长。好，希望呢今天的这个视频呢能帮助你怎样去护这个发其实我很感恩我父母亲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很好看的一个很乌黑的很浓厚的头发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也是一样，我祝大家头发茂盛然后就永远漂亮 handsome 好，这样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Dr. Set Channel OK， 下次再会拜拜。